月嫂是我自己请的，26天，28000，婆婆1分钱没出。月子里来过一次，待了半小时，说要去帮大姑姐准备婴儿房。出月子那天，我把月嫂送走，刚回到家，婆婆电话追过来，你把月嫂退了。我说合同到期了。她急了，那你姐呢？她这2天就生，你让月嫂去她家。我笑了，那钱您出吗？电话那头沉默了。月嫂张姐要走了，我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心里有些不舍。许静，那我走了啊，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张姐一边换鞋一边回头叮嘱我，点点头。张姐，这26天辛苦你了。不辛苦，宝宝乖得很。张姐笑了，脸上是真诚的善意。女儿在我怀里睡得正香，粉嫩的小脸像个糯米团子。这26天是我人生中最混乱却也最安心的日子。混乱的是第一次当妈的手足无措，安心的是有张姐在。她是朋友介绍的金牌月嫂，28000，26天。从我出院那天起，她就住进了我家，照顾孩子，做月子餐，疏导我的情绪，无微不至。这28000是我怀孕时就从自己工资卡里预留出来的，我觉得值。送张姐到电梯口，看着电梯门合上，我才抱着女儿转身回家。家里空荡荡的，瞬间安静下来。刚把女儿放回婴儿床，我的手机就响了，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婆婆。我皱了皱眉，还是划开了接听键。喂，妈。许静啊，你把那个月嫂退了。电话那头，婆婆赵秀芳的声音有些尖锐。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张姐拖着行李箱的背影，淡淡的嗯了一声。什么叫嗯？我问你话呢。赵秀芳的语气很不耐烦。张姐的合同今天到期，我刚送她走。到期？怎么就到期了？她的声音猛地拔高。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这边等着用人呢。我有些想笑。月子里她就来过一次，提着一袋水果，在我家待了半小时，其中20分钟在打电话跟她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姐周明丽商量婴儿房要刷什么颜色的漆。剩下10分钟，她对着酣睡的宝宝拍了几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配文：我的小孙女真可爱。然后就走了，说要去帮大姑姐逛婴儿用品，从头到尾没问过我一句身体怎么样，也没看过孩子缺不缺什么。现在她倒是一副火烧眉毛的样子。我平静地问：您那边用人用什么人？你说什么人？月嫂啊。赵秀芳在电话里几乎是喊出来的。你大姑姐明后天就生了，我本来都跟她说好了，你这边月嫂一结束就直接去她家，你现在把人给我退了，我上哪儿给她找月嫂去？这理直气壮的语气，仿佛张姐是她请的员工。我笑了，是讥笑的。妈，张姐是我请的月嫂，钱是我自己付的。那又怎么了？你用完了给你姐用用怎么了？都是一家人，你非要分那么清？那钱您出吗？我直接问道。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死一样的寂静。过了足足10几秒，赵秀芳才重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恼羞成怒。你这是什么话？谈钱？你姐坐月子，你这个当弟妹的不该帮衬一下？周明凯没给你钱吗？你花他的钱给你姐请个月嫂不是应该的？第一，张姐的费用28000是我个人婚前财产支付的。第二，周明凯给我的钱是家用，每一笔我都有记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没有义务用我的钱去给您女儿请月嫂。我没等他发作，直接挂了电话。世界清静了，我看着窗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这1个月积攒的郁气都随着这通电话烟消云散。刚把手机放下，他又疯狂地响了起来。这次是周明凯，我看着屏幕上老公2个字，眼神一片冰冷。我知道这是没完，我让他响了很久，才慢悠悠地接起。电话一通，周明凯压着火气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许静，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把她气得够呛，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重复着他的话，语气里不带一丝温度。周明凯，你应该问你妈她是怎么回事。周明凯被我噎了一下，他大概没料到一向温顺的我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你别管我妈怎么回事，她是我妈，是长辈，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吗？为个破月嫂的事，你至于跟她顶嘴吗？破月嫂，周明凯，张姐1个月28000，是我熬了多少个方案才挣出来的，在你眼里就是个破月嫂。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急忙辩解，我的意思是，不就是一个保姆吗？你至于吗？至于。我回答的斩钉截铁。我怀孕孕吐，吃不下东西，你妈说我娇气，哪个女人不生孩子？我半夜腿抽筋，疼得睡不着，你妈说这是正常的，让我忍忍。我生孩子那天在产房里疼了10几个小时，你妈和你姐在外面讨论月子中心哪个性价比高，准备让你姐去住。我出院回家，她来看了我半小时，就为了去给你姐布置婴儿房。月子里你出差半个月，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毒奶发烧到39度，是张姐陪着我1夜没睡，帮我物理降温，请通乳师。周明凯，那时候你妈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在陈述事实，但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扇在周明凯脸上。电话那头，他沉默了，过了很久，他才用一种疲惫的语气说：静静，我知道你辛苦了，但那是我妈，我姐，我们是一家人，你就不能多体谅一下吗？又是这句话，一家人，结婚3年，我听到耳朵都快起茧了。因为是一家人，
所以我的付出是理所应当，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他的索取也心安理得。以前我会心软，但现在不会了。从我毒奶发烧给他打电话，他却说我妈说没那么严重，你多喝点热水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冷了。体谅不了。周明凯，你想让你姐过得好，我能理解，但你不能牺牲我的利益去满足她的需求。什么叫牺牲你的利益？不就是个月嫂吗？你用完了给他用，怎么就牺牲你了？他似乎觉得我的话不可理喻。那28000是我自己的钱，你如果想让你姐用，可以，你出钱，或者让你妈出钱，我绝不会当这个冤大头。许静，你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周明凯的火气又上来了。钱，你就知道钱？我们夫妻之间，你也要算得这么清楚吗？对，我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清晰、坚定，不容置疑。周明凯又一次被我堵得说不出话，他大概是第一次发现他引以为傲的一家人情感绑架，对我失效了。行，许静，你行。他喘着粗气，月嫂的事就算了，我妈年纪大了，你今天那样跟她说话，你必须给她道歉。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让我道歉？周明凯，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是他想无偿占用我的私人财产，是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被我拒绝后恼羞成怒，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我什么？我打断他，周明凯，我今天把话说明白，我的月嫂，我出钱，我做主，我女儿，我生的，我说了算，这个家有我一半，我也有话语权。你想孝顺你妈，可以用你自己的钱，我绝不拦着，但你别想再让我像以前一样，为了你们那个所谓的大家庭，无限度的忍让和付出，不可能了。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握着手机，我感觉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害怕，是兴奋，是挣脱枷锁的快感。女儿在婴儿床里动了一下，发出一声轻微的呓语。我走过去，看着她安睡的脸，心里一片柔软，又一片坚硬。为了她，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活。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周明凯发来的微信：你不可理喻，我妈等下就过来，你自己跟她解释。我看着信息，眼神冷了下来。来就来，正好有些账是该当面算了。半小时后，门铃被按得震天响。我通过猫眼看出去，婆婆赵秀芳和丈夫周明凯一左一右，黑着脸站在门口，像两尊门神。我没急着开门，先回卧室，把女儿的小床推到客厅最远的角落，又关上了卧室门。然后我从书房的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包裹的东西。做完这一切，我才慢悠悠地走到门口，拉开了门。你死在里面了！按这么久门铃才开。门一开，赵秀芳就冲了进来，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周明凯跟在她身后，一脸的无奈和责备。妈，您小点声，孩子在睡觉。我侧身让他们进来，语气平淡。睡觉？你还知道孩子在睡觉？我还以为你连妈都不要了，哪里还记得自己有个孩子？赵秀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在胸前，一副审判官的架势。周明凯也跟着坐下，给我使眼色。静，快给妈倒杯水，跟妈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我没理他，径直走到他们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妈，您今天来是为了月嫂的事，还是为了让我道歉？赵秀芳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一下，随即吊起眉毛。都有。许静，我今天必须跟你好好说道。你太没规矩了。好啊，我点点头。那我们就说道。我的平静让赵秀芳准备好的一肚子火气像打在了棉花上，她憋得脸通红，一拍大腿：你姐就要生了，你这个当弟妹的不想着帮忙就算了，还把月嫂给辞了，你安的什么心？你就见不得我们家好是吧？这帽子扣的可真大。妈，我再说一遍，月嫂合同到期是正常结束服务，不是我辞退的。那你就不能跟他续签几天，多花几个钱怎么了？你缺那点钱？我缺。我看着他认真的说，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没有义务为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支付这笔非必要的开销。你姐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叫她什么？赵秀芳气得发抖。法律上，我和周明丽是姻亲，不是血亲，我没有抚养她的义务，更没有为她支付月嫂费用的义务。你……赵秀芳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只能扭头看向周明凯。周明凯，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这是要跟你姐断绝关系啊？周明凯的脸色也很难看。许静，你说什么呢？怎么跟妈说话的？我没看他，目光依然锁定在赵秀芳身上。妈，你也别生气，我们今天就算账。说着，我把我带来的那个牛皮纸包放在茶几上，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厚厚的账本。我翻开第一页，结婚3年，周明凯每个月给我5000家用，一共18万。这3年家里的水电燃气、物业费、网费总计36700，日常买菜、水果、生活用品平均每个月3000，总计10808000。逢年过节给您和爸还有爷爷奶奶的红包、礼品总计32000。我把账本往他们面前推了推，这上面每一笔都有日期、有金额、有用途。我们结婚时，我带了30万嫁妆，存在一张独立卡里，这张卡周明凯不知道密码。张姐的月嫂费就是从这张卡里出的，而你儿子给我的18万家用，现在还剩多少呢？我翻到账本的最后一页，
上面是一个清晰的红色数字-12300，不仅花完了，还超支了1万多。超支的这部分是我用我自己的工资卡补上的。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客厅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周明凯和赵秀芳的心里。赵秀芳的脸色从涨红变成了猪肝色，她想反驳，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账本上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甚至有些大额消费，旁边还贴着小票的复印件。周明凯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他一把抢过账本，快速地翻动着，他的手在抖。不可能，怎么会花了这么多？他喃喃自语，怎么不可能？我冷眼看着他，给你爸妈买按摩椅12000，给你姐买新出的苹果手机8900，你妈去年过生日，你说要给她惊喜，买了个名牌包15000，还有你每个月给你妈2000块的零花钱，这3年就是72000。周明凯，你给我的家用一半都回到了你们周家人的口袋里，而我呢？我指着账本上另一部分记录，我这3年给自己买过最贵的一件衣服，是一件800块的大衣，还是打折的时候买的。我用的护肤品都是最平价的国货，我没有买过一个包，没有做过一次美容。我怀孕期间所有的产检、营养品花了我自己将近5万块，我没问你要过1分钱。我以为我们是夫妻，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我以为我体谅你的不易，你就会懂得我的付出，但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在你们眼里，我的付出是理所应当，我的钱就是你们家的钱。周明凯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他大概从来没想过我会把账算得这么清楚。一直以来，他都沉浸在自己养家糊口的好男人人设里。他以为他每个月给我5000块就是天大的恩赐，却不知道这个家是我用我自己的钱和心血在填补。赵秀芳终于缓过神来，她恼羞成怒，一把将账本从周明凯手里夺过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算账，算账！你一个做媳妇的，偏偏就算计这点钱，你还有没有点良心？我们明凯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他开始撒泼，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我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等他骂累了，喘着气停下来，我才缓缓开口：妈，您说完了吗？说完的话，那我们来谈谈正事吧。我的平静让他的怒火无处发泄，憋得他满脸通红。我转向周明凯，他的脸色惨白，眼神躲闪，不敢看我。周明凯，这个家看来是没办法再这样过下去了。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们 AA 制，女儿的奶粉、尿不湿、衣服，未来的教育经费我们1人1半，家里的房贷我们1人1半，生活开销我们1人1半。你孝顺你妈，孝顺你姐，我不拦着，但请用你自己的那1半钱，我的钱我自己支配，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一分。周明凯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震惊。AA 制？许静，你疯了？我们是夫妻，就是因为是夫妻才要明算账，不然这日子过不下去。那我不同意。他几乎是吼出来的。他的工资还完房贷，再支付1半的家庭开销，根本剩不下多少，还怎么去补贴他妈和他姐？还怎么维持他那个孝子贤弟的光辉形象？好，我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既然你不同意第1个选择，那我们就选第2个。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我们离婚吧，离婚吧。这2个字像2颗惊雷，在小小的客厅里炸开，时间仿佛静止了。赵秀芳脸上的撒泼和怒骂瞬间凝固，变成了纯粹的错愕。周明凯眼中的震惊比我提出 AA 制时还要浓烈100倍。他大概以为我之前所有的强硬都只是为了争取家庭地位的谈判技巧，他从未想过我会直接掀了桌子。你说什么？周明凯的声音干涩，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我说离婚。我重复了一遍，看着他的眼睛，平静且坚定。许静，你疯了！他终于反应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我们才刚有孩子，孩子刚满月，你就要离婚？你有没有心？我用力甩开他的手，手腕上一片刺痛的红痕。周明凯，我正是为了孩子才要离婚。我不想我的女儿将来在一个不尊重她母亲的家庭里长大，我不想她看着自己的妈妈像个保姆一样被呼来喝去，被无度索取，还要被骂白眼狼。我不想她学会女人的价值就是无底线的奉献和牺牲，这样的家庭对她的成长没有任何好处。我的话字字清晰，逻辑分明。周明凯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他只会用孩子来绑架我，却从未真正思考过什么样的环境对孩子才是好的。你这个毒妇！赵秀芳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指着我的鼻子开始新一轮的咒骂。我们周家是造了什么孽，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刚生完孩子就要离婚，你是早就想好了吧？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他开始口不择言，把最肮脏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反驳，因为我知道跟一个撒泼的泼妇是讲不通道理的。周明凯也回过神，开始帮腔：静静，你别这样，你别听我妈的，她就是着急。不，我觉得妈说的对。我突然打断他，所有人都愣住了。我看着周明凯，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早就想好了，从我毒奶发烧给你打电话，你却只让我多喝热水的时候，从我妈来照顾我，
你妈却阴阳怪气说她一个亲家赖在我们家不走的时候，从你姐姐一边刷着我买给她的最新款手机，一边对我妈做的饭菜挑三拣四的时候，从你们一家人心安理得的吸着我的血，还嫌我血不够甜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现在我想明白了，这个头就从今天开始。我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了门。话我已经说完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律师函你们很快就会收到，现在请你们出去。我的动作和语气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赵秀芳和周明凯都被我这决绝的态度镇住了，他们看着敞开的大门，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不，我不走。赵秀芳最先反应过来，耍起了无赖。这是我儿子的家，该走的人是你。他说着就想往卧室里冲。我今天就要看看我的孙女，你这个毒妇别想把我的孙女带走。我一个箭步拦在了卧室门口，眼神冷得像冰。赵秀芳，你敢再往前一步试试？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前所未有的警告。他被我的气势吓得停住了脚步。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人不成？我不想打人。我看着他，又转向周明凯，抛出了最后一个重磅炸弹。但我也提醒你们一句，这套房子首付150万，其中有120万是我婚前财产，是我爸妈给我的钱，所有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我都做了公证。周明凯，你应该知道，在离婚官司里，这意味着什么？这句话像是一记无声的重锤，狠狠砸在他们母子心上。周明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赵秀芳的眼睛也猛地瞪大了，里面写满了不敢置信。他一直以为这套房子是他儿子能力的象征，是他们周家的财产。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房子的绝大部分竟然是我出的钱。这意味着一旦离婚，周明凯不仅会失去老婆孩子，还很可能会失去这套房子。他将净身出户。看着他们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再次指了指门口，现在可以走了吗？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留下。周明凯和赵秀芳是失魂落魄的离开的。关上门的那一刻，我背靠着门板，长长的滑坐到地上，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手脚冰凉，心脏却在胸腔里狂跳。我没有哭，只是觉得这3年的婚姻像一场荒唐的笑话。客厅里一片狼藉，账本被摔在地上，纸张散开，记录着我一笔笔的付出和天真。我没有去捡，那些都过去了。我从地上站起来，走到女儿的小床边，她睡得正香，小小的嘴巴微微嘟着，浑然不知家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怎样的风暴。我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柔软的脸颊，就是这个小小的生命，给了我掀翻一切的勇气。我拿出手机，先是给我的闺蜜，一个金牌离婚律师，发了条信息，方便接电话吗？我准备离婚。然后我拨通了我父母的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是我妈。静静啊，宝宝怎么样？今天有没有闹？听着妈妈温柔的声音，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动，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但我忍住了。我吸了吸鼻子，用尽可能平稳的声音说，妈，宝宝很好，我跟周明凯准备离婚了。电话那头是我妈长久的沉默，我能想象到她的震惊。过了好一会儿，她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欺负你了？妈，您别担心，我没受欺负。我说是我主动提的。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言简意赅地跟他讲了一遍，从月嫂到婆婆上门，再到我拿出账本和摊牌。我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电话那头，我爸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应该是从我妈手里接过了电话。闺女，你做得对。我爸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带着让我安心的力量。这个婚该离，你别怕，家里什么都不要了，爸爸妈妈养得起你和孩子，我和你妈现在就过去。挂了电话，我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不是委屈，是感动。我知道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我的身后永远有他们。闺蜜的电话很快回了过来，怎么回事？你不是刚出月子吗？我把事情跟她说了一遍，她听完在电话那头冷笑一声，我早就跟你说过，周明凯就是个凤凰男，他妈就是个吸血鬼，你还不信？行了，现在醒悟也不晚，证据都留好了吗？特别是房子的出资证明都留好了，做了公证，那就行。他语气轻松了不少，这个官司包在我身上，保证让那对母子扒层皮下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孩子，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私下接触。他们在找你，你就说一切等律师函，还有去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你的首饰、卡都收好，我这就帮你起草离婚协议，明天就发给他。跟闺蜜打完电话，我心里彻底定了下来。果然，周明凯的短信和电话开始轰炸我的手机。一开始是愤怒的质问，许静，你竟然算计我，你太有心机了。后来变成求饶，静静我错了，我妈也是糊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们不离婚行不行？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我看着这些信息，只觉得讽刺。他不是爱我，也不是爱这个家，他只是害怕失去房子，害怕失去我这个可以无限压榨的提款机。我一条都没有回，直接拉黑。没过多久，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喂，许静吗？我是你姐，
是大姑姐周明丽，她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带着一丝刚生产完的虚弱和浓浓的怨气。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为一个月嫂，你就要跟我哥离婚？我妈都气病了，你知不知道？我刚生完孩子，你就在家里闹，你安的什么心啊？我静静地听她说完，然后我笑了。周明丽，第一，不是为一个月嫂，是为了我自己。第二，你妈气病了，应该去看医生，而不是来道德绑架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告诉她，你坐月子是你自己的事，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一毫的好处，从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拉黑。世界终于彻底清静了。我父母来得很快，打开门，看到他们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的样子，我的鼻子又是一酸。爸妈，哎，快进去，外面冷。妈妈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瘦了。爸爸则黑着脸，把东西放在玄关，一言不发地在屋里巡视了一圈。周明凯那个小王八蛋呢，被我赶走了。我说赶得好。爸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气还没消。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怎么会同意你嫁给这么一个东西？妈妈白了他一眼，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拉着我坐下，仔细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账本拿给他们看，妈妈翻了几页，气得手都抖了。这哪里是过日子，这简直就是养了一家子蛀虫。爸爸更是气得一拍桌子，反了他们了，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还敢欺负我女儿。静静，你别怕。爸爸看着我，眼神无比坚定。这个婚必须离，房子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他们周家一个字儿也别想得到。我明天就去找最好的律师。我说爸，律师我已经找好了，是我朋友。那就好，那就好。父母的到来像一剂强心针，让我原本还有些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我们一家人开始为这场硬仗做准备。爸爸动用他的人脉，帮我咨询了更多法律上的细节。妈妈则接管了照顾我和宝宝的工作，让我可以安心处理离婚的事。而周明凯那边，在经历了一天的信息轰炸无果后，也开始转变策略。他们不再直接联系我，而是打起了亲情牌。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一些800年不联系的远房亲戚，都开始轮番给我打电话，话术出奇的一致，无非是劝我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为了孩子要忍一忍，男人都这样，忍几年就好了。我一个都没有听。接了2个之后，我干脆开启了手机免打扰模式，所有陌生来电一概不接。周家见亲情牌无效，终于图穷匕现。第3天，我爸接到了周明凯父亲的电话，我爸开了免提，我们一家3口一起听。周父的态度还算客气，先是道歉，说赵秀芳没文化，不会说话，让我别往心里去。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和稀泥。老许啊，你看孩子们的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吗？明凯和静静感情基础还是有的，就是一点小误会，我们做长辈的劝和不劝分，总不能看着他们把一个好好的家给拆了啊。我爸冷笑一声，老周，你这话说的轻巧，你老婆和你儿子合起伙来欺负我女儿的时候，你在哪？我女儿自己花钱请的月嫂，你们家倒好，打着一家人的旗号就想直接抢走，这是小误会。我女儿刚出月子就被你们母子俩堵在家里逼宫，这也是小误会。还有那本账，你儿子每个月给5000块家用，倒有3000块流回了你们周家的口袋，这也是小误会。我爸一连串的反问，把电话那头的周父问得哑口无言。我告诉你，老周，我爸的声音斩钉截铁，以前是我女儿心善，让你们占了便宜，从今往后不可能了。这个婚我们离定了，我女儿被你们家耽误了3年，已经是我这个当爹的失职了，我绝不会让她再在你们那个火坑里待下去。法院见吧。说完，我爸直接挂了电话。客厅里一片寂静，过了许久，爸爸才长长叹了口气，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愧疚。闺女，是爸对不住你。我摇摇头，走过去抱住他。爸，不怪你，是我自己眼瞎。是的，是我自己眼瞎，但好在现在我的眼睛终于亮了。第2天，我的律师闺蜜就将正式的离婚起诉书和财产保全申请一起递交到了法院。周明凯的银行卡和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很快就会被冻结。我知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律师闺蜜的效率高得惊人，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像一道闪电，精准地劈在了周明凯的头上。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股票账户，乃至他那辆开了不到2年的代步车，全部被冻结。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我妈打下手，准备给宝宝洗澡。我妈接过我手里的毛巾，朝我点点头。我走到阳台，按了免提。许静，你到底做了什么？周明凯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愤怒或虚伪的哀求，而是一种夹杂着恐慌和难以置信的尖叫。听筒里传来的声音甚至有些破音。我平静地问，怎么了？我的卡，我所有的卡都被冻结了。我今天去给我姐交住院费，一张卡都刷不出来。银行说我的资产被申请了财产保全，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干的？他歇斯底里地咆哮着。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狼狈，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习惯了用钱来彰显自己价值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身无分文，那种从云端跌落的恐慌
足以让他崩溃。是我坦然承认。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我们还没离婚，你凭什么冻结我的财产？我轻笑一声，周明凯，你是不是忘了，这套房子还在还贷，你名下的资产有我一半的婚后共同财产，我申请财产保全是为了防止你转移资产，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这不叫绝，这叫维权。我的每一句话都冷静得像淬了冰。电话那头，周明凯的呼吸声越来越重，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我姐在医院等钱用，她刚生完孩子，要住好一点的病房，要请护工，我现在1分钱都拿不出来。你满意了？你开心了？看到我们家鸡飞狗跳你就高兴了？她开始试图用道德来绑架我，只可惜这招对我已经没用了。周明凯，你姐生孩子需要钱，那是你的责任，是你父母的责任，唯独不是我的。你没钱可以去借，可以去问你妈要，别来找我。我的钱要留着养女儿。你还有，我打断他的话，当初我生孩子在普通病房住了3天就回家了，我毒奶发烧，你让我多喝热水，我月子里连个护工的影子都没见到。你姐姐比我金贵，那是你们周家的事，别拿着你们家的金贵来要求我无私奉献。我不是圣母，更不是傻子。说完，我再次挂断了电话，世界又一次清静了。但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轻易结束，被逼到绝路的狗是会跳墙的。果然，傍晚时分，我爸一脸怒气地从外面回来，那个小贱人带着他妈去我们小区门口堵我了。我心里一紧，爸，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我爸摆摆手，气得脸都红了。就在小区门口，人来人往的，那个赵秀芳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就哭啊，说我女儿不孝，说我们许家欺负人，要把他们一家往死里逼。明凯那个窝囊废就在旁边站着，一句话不说，任由他妈在那撒泼。我妈听了，气得直拍胸口，这简直是无赖，还要不要脸了？当然不要脸。我冷冷地说，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拿手的招数了，撒泼耍赖，用舆论来压垮我。我当时就想报警，我爸说被保安给拦住了，说影响不好，先把人劝走了。爸，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我给我爸倒了杯水，他们愿意闹就让他们闹，他们越是这样，在法官面前我的赢面就越大。我心里很清楚，这场仗已经从家庭内部升级到了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层面，我不能慌，更不能输。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闺蜜发来的信息，对方开始出昏招了，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方寸大乱。稳住，别理他们。法院的传票明天就会送到他们手上。周家人的无赖程度刷新了我的认知，他们在小区门口闹了一场没用之后，第二天竟然直接闹到了我的公司。我正在开一个重要的项目会议，我的助理，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推开会议室的门，徐总，不好了，楼下有人找您，说是您婆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和同情。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我身上。我的顶头上司王总皱了皱眉，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我知道了，我对王总说，王总，抱歉，我出去处理一下私事，5分钟。王总点了点头。我踩着高跟鞋走出会议室，径直走向电梯，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公司1楼大厅，人来人往。赵秀芳正坐在接待处的沙发上，旁边站着一脸憔悴的周明凯。看到我下来，赵秀芳像一枚被点燃的炮仗，瞬间就炸了。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大喊，许静，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终于肯露面了，大家快来看啊，就是这个女人，为了钱连自己的老公和刚出生的外甥女都不管了，她逼得我们家走投无路，要把我们一家都逼死啊。她声泪俱下，演技堪比影后。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有好奇，有同情，有鄙夷。我能感觉到前台和保安都有些手足无措。周明凯站在一旁，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最终低下了头。他默许了赵秀芳的行为，或者说这就是他们商量好的对策，想在我的职场毁掉我的声誉，逼我就范。我深吸一口气，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没有走近他们，而是直接走到了前台和保安队长面前。张队长，我是设计部的许静，这2位是我的家属，因为一些家庭纠纷，情绪比较激动，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秩序，也对我个人声誉造成了侵害。我本人已经就此事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正在走法律程序。我现在要求，请你们按照公司的安保规定，将他们请出去。如果他们拒不配合，我支持你们报警处理。我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逻辑分明，没有跟他们争吵，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在陈述事实，并提出解决方案。保安队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立刻立正。好的，徐总，我们明白了。赵秀芳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她以为我会冲上来跟她对骂，或者羞愧的无地自容。她愣住了，一时间竟忘了继续哭喊，你叫保安赶我走？她指着我，不敢相信，我是你妈。我看着她，眼神冰冷，从你坐在这里企图毁掉我事业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了。周明凯，我转向那个一直沉默的男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现在带着你妈离开，
我们还能在法庭上留最后一丝体面。如果你执意要闹下去，那我们之间就只剩下法律了。周明凯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看着我，我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没有一点犹豫。他怕了，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警察来了，事情闹大，他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还会彻底沦为整个公司的笑柄。他拉了拉赵秀芳的衣袖，妈，我们走吧。走，我不走。赵秀芳还在撒泼，今天他不给个说法，我就死在这。就在这时，我的上司王总带着几位公司的领导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王总的脸色很难看，他径直走到我身边。许静，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开口，赵秀芳就像看到了救星，扑了过去。领导，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你们公司的这个许静，她够了！一声暴喝打断了赵秀芳的话。不是我，也不是王总，是周明凯。他涨红了脸，一把拽住赵秀芳。妈，你别再说了，我们回家。他的理智终于在彻底失控前回来了片刻。王总看了一眼这混乱的场面，又看了看我，我朝他歉意地点了点头。王总，抱歉，给公司添麻烦了。王总皱着眉对保安队长说，把他们请出去，以后不允许这两个人再踏进公司大门。是。保安们立刻上前，半强制性地请着赵秀芳和周明凯往外走。赵秀芳还在不甘心地咒骂着，周明凯则全程低着头，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一场闹剧终于收场。我站在大厅中央，感觉背后已经湿透了。王总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许静，好好处理家里的事，公司需要你，但更希望你没有后顾之忧，需要帮忙随时开口。我看着他，眼眶有些发热。谢谢王总，我没有被流言蜚语击倒，相反，我用最专业、最体面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危机。整个公司的人都看到了周家人的无理取闹，也看到了我的冷静和果断。周明凯想毁掉我，却最终毁掉了他自己在我同事心中最后的一点形象。公司那场闹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仅没能逼我就范，反而让我彻底下定决心要快刀斩乱麻，也让周明凯和他母亲成了我们整个圈子里的笑话。我听说周明丽在医院里大发雷霆，她辛辛苦苦营造的嫁得好的贵妇形象，被他妈和他哥这一闹全给毁了。她没钱住高级病房，请不起金牌月嫂，丈夫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她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赵秀芳和周明凯身上，周家内部彻底乱成了一锅粥。而我这边风平浪静，父母把我保护得很好，公司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理解。王总特批了我1周的假，让我专心处理家事。闺蜜律师的动作很快，法院的传票在闹剧发生的第2天就送到了周明凯的手里。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周明凯的电话，他的声音不再有愤怒，不再有咆哮，只剩下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沙哑。静静，我们能见一面吗？有事在电话里说，或者你可以跟我的律师谈。我语气平淡，不，我只想见你一面。他固执地说，就在我们家楼下的咖啡馆，我一个人来。我沉默了片刻，我想是时候做了断了。好，我跟父母打了声招呼，独自下了楼。咖啡馆里，周明凯坐在靠窗的位置，不过几天没见，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憔悴的厉害，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看到我，他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来了。我在他对面坐下，没有点任何东西。说吧，什么事？他搓着手，显得局促不安。静静，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你觉得呢？我反问。他低下头，看着面前的咖啡杯。我看了你律师发来的协议，房子归你，孩子归你。我净身出户。静静，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吗？他开始打感情牌。我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旧情？我笑了。周明凯，你跟我谈旧情？我怀孕吐得天昏地暗，你妈说我娇气，你在旁边玩手机，说哪个女人不这样？那是旧情吗？我半夜腿抽筋疼醒，你嫌我吵，抱着枕头去书房睡，那是旧情吗？我生孩子那天，宫缩的阵痛让我恨不得去死，你和你妈你姐在产房外兴高采烈地讨论给你姐买哪个牌子的婴儿车，那是旧情吗？我毒奶发高烧，意识都快不清醒了，给你打电话，你告诉我你在陪客户，让我多喝热水。可后来我才知道，你所谓的客户就是你那帮狐朋狗友，你们在 KTV 唱歌喝酒到半夜。周明凯，那也是旧情吗？我的声音很轻很稳，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插进周明凯的心里。他的脸色一寸寸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些事情他或许早就忘了，又或许他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但对我来说，那是压在我心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是让我对这段婚姻彻底绝望的一次又一次的凌迟。你说的那些旧情早就被你们一家人一点一点的消磨干净了，现在我的心里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下账本上那一笔笔清晰的数字和这套房子120万的首付证明。我看着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周明凯，我们之间只谈法律不谈感情。他彻底崩溃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咖啡馆里捂着脸无声地痛哭起来。我没有一丝动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我站起身，准备离开，他忽然拉住我的衣角，静静，我签，我什么都签。他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满是哀求。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见见孩子。我看着他，看了很久，最终我点点头，可以，但不是现在。等我们办完手续，我会让律师联系你，安排探视时间。你永远是他的父亲，但你再也不是我的丈夫了。说完，我挣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咖啡馆。外面的天很蓝，阳光照在身上，很暖。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闺蜜的电话适时地打了进来，怎么样？我笑了笑，看着蔚蓝的天空。结束了，她同意协议离婚，净身出户。电话那头，闺蜜发出一声欢呼，漂亮。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开庭的时间定下来了，就在下周3。我握着手机，深吸一口气，好，我准备好了。离婚官司比我想象中进行得更快。在我的律师闺蜜提交诉讼后，法院很快就传唤了周明凯。他并没有请律师，大概是觉得没钱请，或者是觉得我在法律面前依然会心软。然而他错了。法庭上，我平静地坐在原告席，周明凯则坐在被告席，脸色苍白，眼神有些闪躲。赵秀芳没有出现在法庭上，或许是怕影响不好，又或许是知道自己的出现只会添乱。我将所有的证据一一呈交，银行流水、购房合同、公证过的婚前财产协议，以及我父母提供的资金证明，还有那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结婚3年每一笔家庭开支，甚至包括周明凯给周家人的孝敬和资助。法官逐一审阅，周明凯看着那些熟悉的数字，脸色越来越难看。我请来作证的还有张姐，她详细讲述了月子里我是如何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又是如何发烧，而周明凯却不在身边的情况。他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周明凯在家庭责任上的缺失，而我则详细陈述了周明凯母女对我进行的道德绑架，以及他们对我个人事业的恶意干扰，包括在小区门口撒泼，到公司闹事。我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情绪激动，只是冷静的、客观的陈述着事实。法官的眼神偶尔会落在我身上，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理解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周明凯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他试图狡辩，说那些钱都是共同财产，说他对我很关心，只是工作太忙，说他妈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并没有恶意，甚至他还试图打感情牌，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法官，我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女儿，我们之间只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产生的误会。许静她还在月子里，情绪不稳定，所以才会做出这些冲动的事情。我请求法官驳回他的离婚请求，给我们一个修复感情的机会。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似乎真的情真意切，但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个笑话，一个巨大的、可悲的笑话。我的律师闺蜜毫不留情地驳斥了他的所有言论。被告方一再强调所谓的爱和家庭，却在庭上避重就轻，完全无法解释原告提出的每一项指控。所谓家庭琐事，实则是被告方及其家庭对原告长期的情感压榨和经济剥削。至于所谓的月子里情绪不稳定，更是对女性的一种赤裸裸的偏见和侮辱。原告的所有行动均是在清醒、理智且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做出的。被告方声称爱孩子，却从未尽到为人父的责任，在原告生育期间多次缺席，甚至在原告需要帮助时袖手旁观。一个口口声声说爱，却从未付诸行动的男人，根本不配谈爱。一个只会用孩子来绑架妻子，却从未真正关心过孩子健康成长的男人，更不配谈家庭。闺蜜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她将周明凯所有的伪装一点一点地拨开，露出了他虚伪而自私的本质。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周明凯的脸色已经变得和纸一样白。法官在听完双方陈述后，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虽然没有当庭宣判，但我知道这场官司我赢定了。走出法庭，阳光有些刺眼，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场婚姻的枷锁终于要彻底解开了。闺蜜拍了拍我的肩膀，做得漂亮，静静，谢谢你，小雅。我由衷地感谢她，如果没有她的专业和支持，我不可能走到这一步。谢什么？这是你应得的。她笑了笑，你就是太善良了，这些年才被他们欺负成那样。我苦笑一声，是啊，善良。以前我总以为善良是优点，现在才明白，没有锋芒的善良，在某些人眼里就是软弱可欺。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做那个善良的许静了，我要做有原则、有底线、有力量的许静。我们刚走出法院大门，就看到不远处赵秀芳和周明丽正鬼鬼祟祟地张望着。看到我，赵秀芳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周明丽则拉了拉她的衣角，示意她不要冲动。她大概是怕我报警，或者再次在公众场合闹起来，影响到她那一点点可怜的体面。我没有理会他们，和闺蜜上了车，扬长而去。透过车窗，我看到她们母女俩像两只斗败的母鸡，呆立在原地。那曾经嚣张跋扈的嘴脸，此刻显得那么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再也不会心软了。几天后，我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结果
和我预想的一样，法院判决准予我和周明凯离婚，女儿的抚养权归我，周明凯每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女儿18岁。最重要的是，法院判决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产，考虑到我婚前出资的绝大部分，以及我在家庭中的付出，判决归我所有。周明凯可以获得小部分补偿金，但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搬离，这几乎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那压在心口的3年的郁气终于彻底消散。我打电话给父母，爸妈，我离婚了，官司打赢了。电话那头，我妈喜极而泣，我爸则是一声豪迈的笑声，干得漂亮，我闺女就是争气。那一刻，我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在欢呼，我许静终于重生了，属于我的新生活终于要开始了。当然，周明凯和赵秀芳并没有那么轻易就认输，他们扬言要上诉，但这已经无法对我造成任何影响了。有法律的武器，有家人的支持，有朋友的帮助，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软弱女人了。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我回到了公司，投入到工作中。我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因为离婚和生子而下降，相反，经过这一切，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王总看到了我的变化，也看到了我的价值，他开始给我更重要的项目，更多的信任。我带着女儿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父母经常过来帮忙照看孩子，让我可以安心工作，日子忙碌而充实。女儿一天天长大，学会了叫妈妈，她的笑容是治愈我一切伤痛的良药。周明凯的上诉最终还是被驳回了，他不得不接受法院的判决。搬离我的房子时，他带着他妈，拖着2个大大的行李箱。曾经光鲜亮丽的周总，此刻看上去和街边的流浪汉无异。赵秀芳依然在骂骂咧咧，但我已经完全听不到，也看不到他们了，因为我已经关上了那扇门，彻底告别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未来属于我和我的女儿，属于一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崭新的人生。周明凯和赵秀芳搬走后，我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没有了争吵，没有了道德绑架，也没有了那些无休止的索取。房子变得真正属于我和女儿，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布置，不用担心会被人指手画脚。女儿的房间我重新粉刷成了温暖的鹅黄色，买来了各种可爱的婴儿用品，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我的爱。工作也越来越顺利，王总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手里的项目也越来越有挑战性。我在职场上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事们也对我刮目相看。尤其是在公司门口那场闹剧之后，大家对周家人唯恐避之不及，对我则多了几分敬佩。他们看到了我的冷静和果断，看到了我在压力面前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这让我感到欣慰。我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在家庭中无私的奉献，更体现在职场上的专业和能力。父母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他们每周都会过来帮我照顾女儿，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妈妈会做好我爱吃的饭菜，爸爸会帮我处理一些家里的琐事。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如此从容地平衡工作和育儿。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她咿呀学语，迈开小小的步伐，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她的每一个笑容都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周明凯每月会按时支付抚养费，这是法院判决的，他不敢不给。有几次他联系我的律师，提出想探视女儿，我让律师回复他，一切按照法院判决来，我不会阻拦他作为父亲的权利，但我也会保护好女儿，避免她受到不必要的影响。女儿还小，对父亲的概念模糊，她只知道有2个爱她的外公外婆，一个爱她的妈妈，这就够了。我并不急于让她认识周明凯，等到她足够大，能够理解事情的真相时，我会告诉她一切，让她自己去判断。但现在我只希望她在一个充满爱和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至于周明凯的那些旧情，我早已将其清理出我的生活。他试图通过律师联系我，说他已经知道错了，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希望我能看到他真心悔过的一面。我直接让律师回复他，法庭已经判决了，我们之间只剩下法律关系，没有再纠缠的必要。他甚至还找到我的父母，试图通过他们来劝说我，但我父母的态度比我还要坚决。我爸直接把他轰出了家门，并警告他，如果再骚扰我，就报警。曾经那个一家人的牢笼，如今已经彻底被我打破。我享受着单亲妈妈的生活，虽然偶尔会有些辛苦，但更多的是自由和掌控感。我不需要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再委曲求全，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我和女儿的生活。我可以把更多的爱和精力投入到真正关心我的人身上。周末我会带着女儿去公园，去图书馆，去亲子活动。我也会抽出时间和闺蜜小聚，聊聊工作，聊聊生活，互相鼓励。小雅经常开玩笑说，离婚后的我仿佛脱胎换骨，变得更美，更自信，更有魅力了。我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内心强大了，外在自然也会散发出光芒。我不再被妻子、儿媳这些身份标签所定义，我只是我许静，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有力量的女性。我开始学习新的技能，比如插花，比如烘焙，这些曾经被婚姻和家庭琐事所占据的时间，如今都可以用来提升自己。我甚至开始规划未来带着女儿去旅行，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让女儿从小就知道，女性的人生不只有柴米油盐，
还有诗和远方。赵秀芳和周明丽的消息偶尔会从一些共同的朋友那里传来。据说周明丽的月子做得很不顺心，没有请到金牌月嫂，婆婆又各种挑剔，她和她老公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周明凯则因为离婚官司元气大伤，不仅失去了房子，失去了我这个曾经的提款机，在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变得更加雪上加霜，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孝子贤弟人设，如今也成了笑柄。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周总，现在在同事和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他的生活一团糟。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一丝波澜，因为他们的混乱已经与我无关。我只是感慨，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珍惜身边的人，那么他最终失去的只会是自己拥有的一切。因果报应，真实不虚。我的人生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没有他们的参与，我的世界变得更加清澈，更加美好。我深知这并非一帆风顺，单亲妈妈的道路注定会有更多的挑战，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内心最坚定的力量。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女儿。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生活步入正轨后，许多曾经被忽略的美好开始逐渐显现。我发现没有了家庭的内耗，我可以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精力，也得到了更丰厚的回报。半年后，公司进行了一次部门重组，凭借出色的业绩和项目管理能力，我被提拔为设计部总监。站在总监办公室里，俯瞰着窗外的城市夜景，我感慨万千。曾经我为了家庭，为了所谓的贤妻良母，一度放弃了事业上的追求。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多么大的损失。我的能力，我的价值，绝不应该被困在厨房和育儿的琐事里。我的同事们，包括王总，都为我感到高兴，他们都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所以对我的成功充满了真诚的祝贺。徐总，恭喜你！徐总，未来我们跟着您干，一定能创造更好的成绩。听着这些称呼和祝福，我心里充满了力量。我明白，这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奋斗的期许。我的父母更是喜出望外，他们为我感到骄傲，也为我终于能够独当一面而感到安心。妈妈经常对我说，静静，现在你事业有成，又把孩子带得这么好，比那些嫁了人还受苦的女人强太多了。我只是笑笑，没有反驳，因为妈妈说的是事实。女儿也长大了不少，会走路，会说简单的词语，她是我生命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铠甲。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她扑向我的怀抱，所有的疲惫都会瞬间消散。我尽力给她最好的教育和陪伴，带她去早教班，去儿童乐园，让她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快乐成长。我的房子也经过了全新的装修，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我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客厅里摆放着我亲自插的花束，厨房里飘散着我烘焙的香气。这里不再是冰冷的共同财产，而是我和女儿温暖的家。周明凯的生活却依然一地鸡毛。自从他搬出去后，为了支付补偿金和女儿的抚养费，他卖掉了自己名下的车，又不得不借钱度日。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没有了房子和家庭的支撑，他在公司里变得谨小慎微，生怕再出任何差错。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周总彻底变成了小透明。赵秀芳的撒泼打滚虽然对我无效，却把周明丽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周明丽的婆家本就对赵秀芳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现在亲眼见到她撒泼无赖的嘴脸，更是对周家彻底失望。她婆婆开始各种挑剔周明丽，对她没有金牌月嫂，坐月子没做好，也颇有微词。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因为家庭矛盾和经济压力变得岌岌可危。据说周明丽不止一次和她妈和她哥大吵，责怪他们把我逼到绝路，才导致她现在也跟着受罪。原本她还指望能从周明凯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现在却发现她已经自身难保，甚至连每月给赵秀芳的零花钱都停了。赵秀芳气得在小区里逢人就骂我是扫把星、狠心女人、丧门星，但她的咒骂已经没有任何杀伤力了，因为我已经完全屏蔽了这些噪音。我身边的人也都明白事情的真相，他们的同情只会给予我。曾经我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像一个不断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的陀螺。现在我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为自己而活，为女儿而活。我开始尝试一些新的社交圈子，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职场女性一起探讨事业，分享生活。我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优秀而独立的女性，她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我不再把自己局限在过去的阴影里，我学着享受独处的时光，也学着敞开心扉去接受新的可能。当然也有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我并不排斥，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轻易的进入一段关系，我会更慎重更理性，我会把女儿放在第一位，我会找到一个真正懂得尊重我、尊重我女儿，也懂得尊重女性的伴侣。如果找不到，一个人带着女儿也未尝不可。我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有了爱我的父母，有了可爱的女儿，有了充实的事业，我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周明凯曾经以为他能掌控我，他以为他能用家庭和孩子来绑架我一辈子，但他没有想到，当我真的清醒过来，当我不再懦弱，
不再退让时，我可以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我可以亲手将他曾经搭建起来的摇摇欲坠的王国彻底摧毁，而我也在废墟之上重建了一个属于我的更美好的世界。我的故事不是关于仇恨，而是关于重生，关于一个女性如何从困境中挣脱，找到自我，活出精彩。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也能像我一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勇敢地去面对，都能坚定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幸福。因为每个女人都值得拥有最璀璨的人生。时间流转，转眼间女儿已经3岁了，她上了幼儿园，每天背着小书包，蹦蹦跳跳地出门。看着她纯真可爱的笑脸，我心里充满了暖意。我的人生也在这3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仅坐稳了设计部总监的位置，还在业内建立了自己的声誉，经常受邀参加行业峰会，分享我的管理经验和设计理念。我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也开始尝试投资，在父母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些稳健的理财。我的财富不再仅仅依赖于工资，而是有了更多元的增长。我买了一辆新的代步车，带女儿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我们去了海边，去了雪山，去了古镇，让她从小就感受这个世界的广阔和美丽。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甚至活得比以前更好。而周明凯一家则依然深陷泥沼，他的事业没有任何起色，每个月勉强支付女儿的抚养费。他曾经的好男人人设早已崩塌，公司里的人对他避之不及。他尝试过几次创业，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不再是那个自信满满的周总，而是一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中年男人。周明丽的婚姻最终也走到了尽头，她的婆婆对周家的种种闹剧忍无可忍，最终提出了离婚。周明丽失去了她曾经引以为傲的豪门身份，带着一个孩子回到娘家。赵秀芳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不仅失去了我这个提款机，也失去了周明丽这个金凤凰的支撑。2个子女都过得不如意，她整日唉声叹气，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她经常抱怨说，当初周明凯不该离婚，不该把房子让给我，说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毁了他们一家人的幸福。这些抱怨偶尔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只是淡然一笑，毫不理会，因为我深知他们的不幸并非我造成，而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我没有报复，只是选择了切割，而他们却因为不懂得反思，不懂得珍惜，最终自食恶果。我的闺蜜小雅也在这2年里收获了属于她的幸福。她遇到了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她经常打趣说，静静，你看，离开错的人才会遇到对的人，你的幸福也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等着你。我微笑着点头，我不再急于寻找伴侣，我相信缘分自有天定。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爱我，爱我的女儿，能真正懂得尊重和理解。如果那个人迟迟不出现，我也完全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因为我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我不再需要通过婚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现在的重心是我的女儿，我的事业以及我自己的成长。我开始关注公益事业，尤其是一些针对女性困境和儿童教育的慈善项目。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像我曾经一样陷入困境的女性，告诉她们要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而战。我也经常给女儿讲故事，故事里有勇敢的公主，有善良的女巫，有智慧的母亲。我希望她从小就能明白，女孩子可以温柔，也可以坚强，可以被爱，也可以去爱。她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而不是被任何条条框框所束缚。幼儿园的家长开放日，我带着女儿去参加，看着她在舞台上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骄傲。一个曾经被婚姻的琐碎和不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如今活出了全新的自我。一个曾经以为自己的人生只能围绕着丈夫和婆家旋转的女人，现在为自己和女儿描绘出了最美的蓝图。我的人生像一场漫长的修行，从懵懂无知到浴火重生，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掌控。我感谢过去的苦难，因为它让我变得更强大。我珍惜现在的幸福，因为它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未来也许还会有风雨，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有坚不可摧的力量。我和我的女儿会一直勇敢地走下去。女儿3岁生日那天，我为她办了一场小小的派对，邀请了幼儿园里和她玩得好的几个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我的房子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客厅的桌上摆着我亲手做的蛋糕，上面用奶油画着她最喜欢的卡通兔子。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暖而明亮。我的父母、闺蜜小雅和她的丈夫都来了，看着女儿戴着生日帽，小脸笑成一朵花的模样，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一切。派对进行到一半，我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我点开看了一眼，瞳孔微微收缩。许静，我是周明凯，我妈病了，很严重，在医院抢救，医生说需要立刻手术，费用很高，大概要20万。我拿不出这笔钱，我求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看在她是孩子奶奶的份上，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算我求你了。信息很长，字里行间充满了卑微和绝望。我拿着手机，久久没有动。客厅里，女儿正在和小伙伴们分享蛋糕，笑声清脆如银铃。窗外，
阳光灿烂，我的世界温暖如春。而周明凯的信息像一缕来自阴暗角落的冷风，试图侵入我的世界。我没有一丝动容，甚至连一丝怜悯都没有。我想起的是我毒奶发烧到39度，他让我多喝热水的那个夜晚。我想起的是赵秀芳坐在我家沙发上，理直气壮地让我把月嫂让给他女儿的嘴脸。我想起的是他们母子俩在我公司楼下，当着所有同事的面，企图毁掉我事业的那场闹剧。他们何曾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善意？他们何曾对我的女儿有过一丝一毫的疼爱？现在赵秀芳病了，她来求我了，用夫妻一场和孩子奶奶的名义，多么可笑！当初把我往死里逼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记得我们是一家人？我没有回复他，直接将这个号码拉黑，然后删除了信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走到女儿身边，蹲下来帮她擦了擦嘴角的奶油。宝宝开心吗？她用力点点头，大声说开心，谢谢妈妈。我笑了，亲了亲她的额头。这就够了，我的善良只会留给值得的人，我的钱只会花在爱我和我爱的人身上。至于周家人的死活，与我何干？生日派对结束后，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我以前的一个邻居，和周家住得不远，关系算不上亲近，但偶尔会聊上几句。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八卦和同情。小许啊，你听说了吗？你前婆婆住院了。我说听说了。哎呦，那家人现在可真是乱成一锅粥了。他像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打开了话匣子。听说是在家里跟他女儿吵架，一口气没上来，脑溢血，直接就倒了，送到医院，医生说要马上手术，不然命都保不住。可是手术费要20万啊，他们家哪里拿得出来？周明凯这几年混得不好，工作都快丢了。他那个妹妹周明丽离婚后也没找到工作，带着孩子啃老，自己都养不活。两个人为了医药费，在医院走廊里就吵起来了。周明丽让他去卖房子，他们现在住的那个老破小是周明凯后来贷款买的。周明凯不肯，说卖了房子，他们娘仨就得睡大马路。周明丽就骂他，说他没良心，说妈都快死了，他还惦记着房子。周明凯就吼他，说要不是你天天在家做，妈能气病吗？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动了手，被医院保安给拉开了。邻居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语气里满是唏嘘。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幸灾乐祸，只觉得一阵悲凉。这就是他们选择的家人相处模式，互相指责，互相推诿，互相伤害。有福的时候可以一起享，有难的时候却只会大难临头各自飞，真是可悲又可笑的一家人。后来呢？我淡淡地问。后来啊，听说周明凯给你打电话了，想找你借钱，你没借吧？没有。那就对了。邻居的声音拔高了几分，这种白眼狼就不能借给他们，他们现在是没办法了，又去找周明丽的前夫，结果人家直接把他们轰出来了，说离婚了就没关系了，1分钱都不会给。现在啊，他们准备放弃治疗了，医生说不动手术的话，人就算救回来，以后也是个瘫子，生活不能自理。他们兄妹俩谁都不愿意伺候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所以啊，干脆就拖着了。听到这里，我心里最后一丝波澜也消失了。我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一个自私自利的家庭养不出懂得感恩和承担的孩子。赵秀芳年轻时一定是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儿子女儿，却唯独没有教会他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所以在他最需要依靠的时候，他的孩子们选择了放弃他，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残忍的报应？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心里一片平静。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句话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它的分量。赵秀芳最终还是没有做手术，她被周明凯和周明丽从医院接回了那个狭小又昏暗的家里。如医生所言，她瘫了，右半边身子完全失去了知觉，口眼歪斜，话也说不清楚，吃喝拉撒全都需要人伺候。而她的好儿子和好女儿为了谁来照顾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这些消息都是从那个邻居嘴里断断续续传来的，成了我平淡生活里一点无伤大雅的调剂。据说周明丽以自己还要带孩子为由，坚决不肯全天候照顾，她每天最多过来送一顿饭，然后就匆匆离开。周明凯则以自己要上班赚钱为由，将大部分的烂摊子都丢给了妹妹。兄妹俩为此反目成仇，在家里摔东西、对骂，甚至大打出手。那个曾经被赵秀芳视为骄傲和依靠的家，如今变成了一个充满恶臭和怨气的地狱。赵秀芳躺在床上，看着自己倾尽所有养大的儿女为了躲避责任而互相撕咬，她呜呜地哭着，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不知道她是否会后悔，后悔当初对我那般的刻薄，后悔没有教会她的孩子们何为孝道。但这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了，我的生活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公司的一个新项目需要和一家顶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作，而负责对接这个项目的是一位名叫林深的建筑师。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他比我预想的要年轻，大概35、6岁的样子，穿着剪裁合体的休闲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温文尔雅。他说话不疾不徐，逻辑清晰，眼神里透着一种专业人士特有的专注和自信。我们聊项目，聊设计理念，聊市场前景。我发现我们的许多想法
都不谋而合。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洽谈。会议结束时，他看着我，忽然笑了笑。徐总监，说出来您可能不信，我其实关注您很久了。我有些讶异，是吗？是的，他点点头。几年前，您在一个行业论坛上发表过一个关于情感化设计的演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在想，这位设计师一定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洞察力的人。他的赞美真诚而不轻浮，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心里却泛起一丝小小的涟漪。那是我离婚后第一次有男人，不是因为我的职位或者单亲妈妈的身份，而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对我表示欣赏。我们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林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他专业严谨，同时又富有创造力。我们经常因为一个设计细节讨论到深夜。在工作的接触中，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我一样，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没有孩子。他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喜欢摄影，喜欢旅行，还做得一手好菜。他身上有一种从容而通透的气质，让人觉得很舒服。有一次，我们加完班，已经快晚上10点了，他开车送我回家，车停在我家楼下，我正要下车，他忽然叫住我，许静。他第一次没有叫我徐总监。我回头看他，路灯的光透过车窗，在他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他的眼神很认真。我知道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很优秀，很强大，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但是我还是想说。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追求你吗？他的告白直接而坦诚，没有花哨的辞藻，却让我心头一震。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睛，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自从离婚后，我从未想过再进入一段感情，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也担心会对女儿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以为我的心已经像一潭古井，再也翻不起波澜。可是林深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我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我沉默了很久，他也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等着我的回答。最终我深吸一口气，对他笑了笑。林深，谢谢你的欣赏，但是我需要时间考虑。我的生活里不只有我自己，还有我的女儿，我不能轻易地做出任何决定。他听了我的话，非但没有失望，反而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我明白，是我太唐突了，没关系，我可以等。我希望我的出现对你而言不是一种困扰，而是一种锦上添花。他说完，对我挥了挥手。我下了车，看着他的车缓缓驶离，心里五味杂陈。回到家，女儿已经睡了，我看着她天使般的睡颜，心里渐渐平静下来。我不知道我和林深会不会有未来，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盲目的投入，我会慢慢的看，慢慢的感受，用我的心去判断。一个真正值得我托付的男人，一定会尊重我的过去，爱我的女儿，并耐心的等待我敞开心扉。而林深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生活似乎又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窗外是未知的风景，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无论风景如何，我都有能力去选择我想要走的路。我和林深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那晚的告白而变得尴尬，他遵守了他的诺言，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也没有刻意的献殷勤。我们依然是工作上最默契的伙伴，只是在工作之余，他会偶尔给我发一些有趣的照片，他拍的黄昏，他做的晚餐，他旅途中遇到的可爱小猫，像一个安静的朋友，分享着他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我能感觉到他正在用一种非常温和而有分寸感的方式，慢慢的融入我的生活。我也开始尝试着向他敞开一扇小小的门缝。我会和他分享女儿的趣事，告诉他女儿今天在幼儿园学会了唱一首新歌，告诉他女儿画了一幅画，说画里那个穿着裙子的小人是我。他总是回复得很快，字里行间都带着笑意和温暖，真可爱。下次可以让我看看他的画吗？听上去他一定是一个很爱妈妈的小天使。他的回应总是恰到好处，既表达了对孩子的喜爱，又没有过分的介入，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安心。周末我带着女儿去市里的科技馆，刚走到门口就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周明凯，他身边还跟着形容枯槁的周明丽和他那个看起来有些怯懦的儿子。我们两拨人在科技馆人来人往的大厅里猝不及防地相遇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我看到周明凯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复杂，有震惊，有悔恨，有痛苦，还有一丝渴望。他的目光死死地落在我身边的女儿身上，女儿穿着我给她新买的公主裙，扎着2个可爱的小辫子，像一个粉雕玉琢的洋娃娃。她好奇地看着面前这几个陌生而憔悴的人，小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角。周明丽的眼神则充满了嫉妒和怨毒，她上下打量着我。我今天穿了一件米色的连衣裙，化了淡妆，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和她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蜡黄的脸色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妈妈，他们是谁？女儿小声地问我，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我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头，语气温柔而平静。没关系，是妈妈以前认识的人。我的语气客气而疏离，就像在介绍2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周明凯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宝宝，他向前走了一步，
试图靠近女儿。我下意识地将女儿往我身后拉了拉，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周明凯，请你自重。我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警告。他停住了脚步，脸上满是受伤的表情。我只是想看看她，她是我的女儿，法律上是。我冷冷地回答。但你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吗？在她发烧时，你在哪里？在她需要陪伴时，你在哪里？在她成长的这3年里，你又在哪里？我一连串的反问，让她哑口无言。周明丽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尖叫起来。许静，你别太过分，我哥再怎么说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有权利看孩子。你现在是故意不让他们父女相认，你安的什么心？他的声音尖锐，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我不想在公共场合和他争吵，拉低自己的层次，我只是看着他，淡淡的说了一句：周明丽，你现在这副样子真可怜。我的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戳中了他最痛的地方。他的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再可怜也比你这个离了婚的女人强。我笑了，发自内心的觉得他可笑，是吗？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看着他。我离了婚，但我有车有房，有成功的事业，有爱我的父母，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而你呢？你离了婚，带着孩子住在娘家，靠着哥哥那点微薄的工资度日，连给你儿子买一张科技馆门票的钱都要犹豫半天吧？我们俩到底谁更可怜？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他的脸上。他被我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气得浑身发抖。就在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许静，需要帮忙吗？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林深。他手里拿着2张票，身边还站着一个和他有几分相像的中年男人，看样子应该是他的父亲或者长辈。他看到了这边的骚动，走了过来。周明凯和周明丽都愣愣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气质不凡的男人。林深没有看他们，只是微笑着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关切。我对他摇了摇头，示意我能处理。然后我拉着女儿的手，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们走吧，宝宝，妈妈带你去看恐龙化石。周明凯却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忽然冲上前来，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是谁？他指着林深，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声音因为嫉妒而扭曲。许静，你这么快就找了新的男人，你是不是早就背叛我了？他的指责荒谬又可笑。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林深已经上前一步，挡在了我和女儿面前。他比周明凯高了半个头，气场沉稳而强大。他看着周明凯，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位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我和许静是光明正大的朋友，倒是你作为一个已经离婚的前夫，在这里对我的朋友进行骚扰和污蔑，是不是太没有风度了？周明凯被他的气势镇住了，一时竟说不出话。而林深身边的那个长辈也皱起了眉头，看着周明凯，眼神里带着明显的不悦。我拉着女儿绕过他们，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林深也跟了上来，身后传来了周明丽不甘心的叫骂声和周明凯颓然的叹息。那些声音很快就被科技馆里鼎沸的人声所淹没。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明亮宽敞的展厅里，心里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平静和释然。那场相遇像是一场迟来的告别仪式，它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早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怨恨、嫉妒和沉沦，而我的世界阳光普照，繁花盛开。我再也不会回头了。林深走到我身边，低声问：你还好吗？我对他笑了笑，我很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说的是真心话。那一刻，我感觉到缠绕在我心头最后一丝关于过去的阴霾也彻底消散了。我终于可以坦然地迎接我的新生活了。我看着林深，第一次主动地发出了邀请，要不要一起？林深的邀请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暖。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又看了看身边拉着我衣角满眼好奇的女儿，我点了点头，好啊。那一瞬间，我看到林深眼里的光亮了一下，他身边那位儒雅的长辈也露出了和善的微笑。这是我父亲林教授。林深介绍道。林教授你好。我礼貌地打招呼。你好。你好，徐小姐。林教授的目光温和睿智，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女儿，眼神里满是欣赏。早就听林深提起过你，今日一见，果然是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的夸赞自然而得体，让人如沐春风。这和我曾经面对的那个尖酸刻薄、满眼只有算计的赵秀芳形成了天壤之别。周明凯和周明丽像2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灰色雕塑，看着我们这边其乐融融的景象，他们的脸色愈发难看。尤其是周明凯，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林深，那种眼神我再熟悉不过，是他发现事情脱离掌控时那种无能为力的嫉妒和怨恨。我没有再理会他们，转身牵着女儿和林深父子一起走进了科技馆的展厅。女儿很快就被各种新奇的展品吸引了，她指着巨大的恐龙骨架发出一声惊叹。林深很自然地走过去，半蹲下来，用女儿能听懂的语言给她讲解。宝宝你看，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家伙，叫做霸王龙，它很厉害，是那时候的国王。他的声音充满了耐心和温柔。女儿仰着小脸听得津津有味。她对陌生人一向有些认生，但对林深
他似乎一点也不排斥，甚至当林深问他要不要骑到他肩膀上看展品时，他犹豫了一下，竟然伸出了小手。那一刻，我的心被轻轻地触动了。林深轻松地将女儿扛在肩上，女儿咯咯地笑着，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妈妈，我看到了，我看到恐龙的牙齿了。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眼眶竟有些发热。这幅画面是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却从未在周明凯身上实现过的场景，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样子。林教授走到我身边，和我并肩而行。这孩子教得真好。他看着女儿，由衷的赞叹，开朗，有礼貌，眼睛里有光。谢谢您，你是个很了不起的母亲。他忽然说。我愣了一下，他笑了笑，继续说道，林深都跟我说了，你的坚强和勇气，我很佩服。一个女人能从那样的泥潭里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还把孩子教得这么好，把自己的事业经营得这么出色，非常不容易。他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平等的尊重和欣赏。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都过去了，我轻声说。是啊，都过去了。林教授点点头，以后都是好日子。他的话像一句美好的祝福，也像一句笃定的预言。我们在科技馆里逛了整整一个下午，林深全程都很有耐心地陪着女儿，带她看机器人表演，陪她玩互动游戏。女儿从一开始的叔叔，到后来已经变成了亲昵的林叔叔。分别的时候，女儿甚至还有些依依不舍。她拉着林深的衣角，小声问，林叔叔，你下次还会带我来玩吗？林深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当然会，只要你妈妈同意。他说着，目光看向我，眼神里带着询问和期待。我看着女儿亮晶晶的眼睛，心里柔软成一片。我点了点头，好。回去的路上，女儿在我的车后座上，很快就睡着了。她的小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笑容，我的心里也充满了久违的平静和喜悦。我知道，今天在科技馆的那场相遇，并非偶然，那是命运在用一种最直观、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我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它让我和我的女儿告别了那个腐烂、恶臭的深渊，走向了一个充满阳光、温暖和希望的崭新世界。而林深就像这个新世界里一束最温暖的光，他没有急于闯入我的生活，而是用他的温柔、耐心和尊重，一点一点地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让我看到了除了工作和女儿之外，人生还有另一种美好的可能。或许我真的可以再勇敢一次，为了我自己，也为了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充满爱的家。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是1年，女儿4岁了，上了幼儿园中班，越来越像个小大人。我和林深的关系也在这份润物细无声的相处中水到渠成。他没有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行动一点一滴的证明了他的真心。他会记得我无意中提过的喜欢吃哪家店的甜品，然后在下班后悄悄买来给我惊喜。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开着车安静地等在公司楼下。他会陪着女儿一起看动画片，一起搭积木，一起去公园里放风筝。女儿的房间里多了很多他买的绘本和玩具。幼儿园的老师都以为他就是女儿的爸爸，因为每一次家长会，每一次亲子活动，他都从未缺席。我的父母对林深更是满意的不得了，他们看到了林深对我的呵护，看到了他对女儿的疼爱。我爸甚至不止一次的跟我妈念叨，这回咱闺女是真找对人了。我以为周家的那些人那些事会像上一世的尘埃，彻底从我的生命里消失。直到有一天，我又接到了那个邻居的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唏嘘。小许啊，你听说了吗？赵秀芳没了。我握着电话沉默了片刻，心里没有一丝波澜。这个结局我早就预料到了。什么时候的事？我平静地问。就昨天夜里。邻居叹了口气，也算是解脱了吧。他瘫在床上的这1年多，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吃喝拉撒都在一张床上，那屋子里的味儿啊，隔着几层楼都能闻到。周明凯和周明丽那对兄妹谁都不想管，互相推皮球，今天你管，明天我管，有时候吵得凶了，能好几天没人给他送饭，老太太就那么饿着躺在床上呜呜的哭。听说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是周明凯第2天早上才发现的，身体都硬了。邻居的声音充满了感慨，我静静地听着，脑海里浮现出赵秀芳那张刻薄的脸。她当初算计我的时候，何曾想过自己会有这样凄凉的结局。她倾尽所有养大的儿子和女儿，在她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却是她为累赘，这真是天道好轮回。那葬礼呢？我问。别提了。邻居的声音拔高了几分。为了葬礼的钱，那兄妹俩差点没把房顶给掀了，办了个最简单的，草草就把人给烧了。骨灰盒现在还放在殡仪馆存着，因为2个人为了谁出钱买墓地又吵起来了。最后那对兄妹俩为了分赵秀芳留下来的那套老破小，彻底撕破了脸。周明丽说她照顾妈多一些，应该多分点。周明凯说他是儿子，房子本来就该是他的。2个人闹上了法庭，把亲情那点遮羞布撕得干干净净。最后法院判了，房子卖掉，1人1半。那房子能值几个钱？卖掉的钱还了周明凯这几年欠下的债，也就所剩无几了。周明丽拿着那点钱
第二天就带着孩子走了，听说去了南方，说是再也不想看到他哥了。而周明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工作丢了，老婆孩子没了，妈死了，妹妹也跟他断绝了关系，房子也没了，只能租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前2天我看到他在楼下超市当理货员，头发白了一大半，整个人跟个小老头似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真是报应啊！邻居最后一声长长的叹息，为这个家庭的闹剧画上了一个最终的句号。我挂了电话，走到客厅，窗外阳光正好，林深正陪着女儿在阳台上给花浇水，女儿举着小小的喷壶，笑得咯咯作响，林深则一脸宠溺地看着她，帮她扶着壶。岁月静好，现实安稳。我靠在门框上，看着这幅温暖的画面，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最终都被他们自己的贪婪和自私反噬得体无完肤，而我不需要费一丝一毫的力气，我只需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的幸福，我的成功，我的云淡风轻，就是对他们最彻底最响亮的报复。我走过去，从身后轻轻抱住林深，他回过头温柔地看着我。怎么啦？我摇摇头，把脸埋在他的后背。没什么，就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他笑了，转过身将我和女儿一起拥入怀中，阳光洒在我们3个人的身上，温暖而明亮。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彻底翻篇了，那些阴暗的不堪的过去都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前方是坦途，是阳光，是充满爱与希望的未来。女儿4岁生日那天，林深策划了一场海边旅行，我们3个人开着车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住进了他提前预定好的一个带院子的海边小屋。推开窗就是蔚蓝的大海和柔软的沙滩。女儿第一次看到大海，兴奋得又叫又跳，她甩掉鞋子，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冲向沙滩。林深笑着跟在她身后，陪她捡贝壳堆沙堡。我坐在院子的藤椅上，喝着果汁，看着他们追逐嬉戏的背影。海风轻轻拂过我的脸颊，带着一丝咸咸的却无比清新的味道。那一刻，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满足。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简单温暖，充满了爱和欢笑。傍晚，夕阳将整个海面染成了灿烂的金色，我们3个人手牵着手在沙滩上散步，女儿走在中间，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林深。她仰着小脸看看我，又看看林深，忽然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林叔叔，我们好像一家人呀。童言无忌，却让我的心猛地一颤。我看到林深的脚步也顿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女儿，眼神里是化不开的温柔。宝宝，你喜欢我们成为一家人吗？女儿用力地点了点头，喜欢，我最喜欢妈妈，也最喜欢林叔叔了。林深笑了，他转过头深深地看着我，那眼神炙热而坚定。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牵着我走到一块被海水冲刷的光滑的礁石旁，夕阳的余晖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松开女儿的手，然后当着女儿的面单膝跪了下来。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丝绒的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设计得非常别致的戒指，戒指的造型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中间的主钻在夕阳下闪烁着璀璨而温暖的光芒。我知道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是信念，是光辉，也知道他这是在用这枚戒指告诉我他的心意。许静，他的声音因为紧张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我知道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非常精彩。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坚强也最善良的女人。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变得完整而有意义。我爱你的勇敢，爱你的坚韧，爱你的所有。我不想取代任何人，也不想成为你的依靠，我只想成为你身边那个可以和你并肩看风景的人，成为宝宝生命里那个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另一个守护者。许静，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余生来照顾你们母女吗？你愿意嫁给我吗？他的话没有一句是虚无缥缈的承诺，每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这不是委屈的泪水，而是幸福的、感动的泪水。我哭着又笑着，女儿在一旁看着我们似懂非懂，但她看到妈妈哭了，立刻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妈妈不哭不哭。然后她又转头对林深说：林叔叔，你是不是欺负我妈妈了？林深看着我们母女俩，眼眶也红了，他举着戒指笑着说：没有，林叔叔是在向你妈妈求婚呢。求婚是什么？求婚就是我想成为你的爸爸，以后我们3个人永远生活在一起，好不好？女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看着我，又看看林深，然后用力地拍着小手。好呀好呀，妈妈你快答应他呀。女儿的催促像一剂最甜蜜的催化剂。我看着眼前这个单膝跪地满眼都是我的男人，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手心里那枚为我而设计的戒指，我知道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这份迟来的幸福。我用力地点了点头，伸出了我的手。我愿意。我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哽咽
却无比坚定的声音。林深眼里的光芒瞬间被点亮，他激动地将那枚向日葵戒指缓缓地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大小正合适。他站起身，一把将我拥入怀中，女儿也笑着扑了过来，抱住了我们俩的腿。海风吹拂，海浪清唱，夕阳的最后一缕光温柔地洒在我们相拥的身影上。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迎来最圆满的篇章。那个曾经在婚姻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的许静已经死了，如今站在这里的是一个全新的、被爱包围的幸福的许静。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属于我的最璀璨的人生也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的婚礼没有选择在任何豪华的酒店，而是定在了那片见证了我们爱情开始的海边。林深说他想让大海作为我们永恒的见证，我欣然同意。婚礼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天空是澄澈的蔚蓝色，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海浪温柔地拍打着沙滩，送来一阵阵祝福的歌声。我穿着一件洁白的婚纱，它并非繁复华丽，而是简约而优雅。轻盈的裙摆在海风中微微飘动，像一朵即将盛开的百合。我的父母挽着我的手，将我送到林深面前。我看到我爸的眼角泛着泪光，我妈则是一脸欣慰的笑容。我的闺蜜小雅作为我的伴娘，站在我身边，笑得比我还开心。林深的父亲林教授则坐在第一排，目光温和地看着我们。女儿穿着一身粉色的小纱裙，像个花童小天使，她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花篮，里面装满了玫瑰花瓣。林深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站在鲜花拱门下，阳光落在他身上，让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满的快要溢出来的爱意和温柔。我一步一步走向他，走向我的后半生的幸福。当爸爸把我的手交到林深手里时，他拍了拍林深的肩膀，用一种无比郑重的语气说：林深，我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待她。林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对我爸重重地点了点头。爸，您放心，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她，去保护她。他这一声爸叫得自然而真诚，我爸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们站在神父面前，宣读着彼此的誓言。林深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而坚定。我林深愿意娶你许静为我的妻子，从今天开始，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健康或疾病，我都会爱你，尊重你，珍惜你。我会爱你坚强的灵魂，也心疼你柔软的内心。我会成为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你最坚实的后盾。我会和你一起抚养我们的女儿，给她一个充满爱和欢笑的家。我爱你许静，一生一世永不改变。他的誓言让我泪流满面。轮到我了，我看着他，哽咽着说出我的心声。我许静愿意嫁给你林深为我的丈夫。我曾以为我的世界只剩下黑暗和寒冷，是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你让我重新相信爱情的美好，你让我知道一个好的伴侣是尊重，是理解，是并肩而行。你给了我和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你治愈了我所有的伤痛。我爱你林深，谢谢你爱我和我的女儿。从今往后，我的余生都是你。我们交换了戒指，在所有亲友的祝福声中紧紧相拥。女儿在下面开心地拍着小手，把花瓣洒向我们。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婚后的生活平淡，却充满了无处不在的甜蜜。林深是一个把爱融入到生活细节里的男人，他会在每天清晨为我准备好一杯温水，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喜好和所有的忌口，他会和我一起分担所有的家务。我们家从来没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我们是平等的伙伴，是并肩作战的队友。女儿也彻底接受了他，她改口叫了爸爸，第一声爸爸是从她嘴里自然而然地喊出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看电影，女儿想喝水，就对林深说：爸爸，我想喝水。林深听到那声爸爸，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女儿，女儿又喊了一声爸爸，林深眼眶瞬间就红了，他一把抱住女儿，激动得说不出话。我看着他们父女俩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我们这个家真正完整了。林深对女儿的爱视如己出，他会教她画画，带她去游泳，给她讲睡前故事。他弥补了我女儿生命里所有关于父爱的缺失。我父母对这个女婿更是疼爱有加，经常叫我们回家吃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这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样子。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逛商场，在地下停车场，我意外的最后一次见到了周明凯。他穿着一身保安的制服，正在指挥车辆，头发花白，背也有些佝偻，整个人被生活彻底压垮了。他看到了我们，他看到了我身边的林深，看到了被林深扛在肩上笑得无比开心的女儿，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的样子。他的眼神暗淡无光，像一潭死水，再也激不起任何波澜。他默默地低下了头，转过身，装作没有看见我们。我牵着林深的手，从他身边平静地走过，我的心里没有一丝快意，也没有一丝怜悯，只剩下无尽的淡然。他的人生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了，我不再恨他，因为恨
也需要力气，而我的所有力气都只想用来拥抱我的幸福。我的人生早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这一路上，我曾跌倒，曾迷茫，曾痛苦，但我最终靠着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我亲手撕碎了那个腐烂不堪的旧世界，又亲手为自己和女儿建立了一个充满阳光和鲜花的新家园。我终于明白，女人的价值从来不是依附于谁，幸福也不是靠别人施舍，而是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当我真正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时，全世界都会来爱我。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感觉真好。